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未来3个月内会有怎样的好事发生在你身上，你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和改变，来变成更好的自己。那在我们面前呢，分别有4组牌，第1组牌、第2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应选择一组和我们连接最强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择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1组牌。首先第1组牌啊，我看到未来的3个月啊，你可能会等待一个结果吧。这里有一张审判牌。那这个结果的话，你正在等待的这个结果啊，它可能会影响你接下来的选择，或者甚至是影响你未来的这种人生走向啊。对，所以说你现在的情绪会有一些焦虑，因为你对结果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呢，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啊，因为这张牌的话对应的是这个星币牌。未来的3个月，你们其实会收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对，那么第2张牌呢是权杖国王的逆位。目前的话，你们可能会感觉自己有力气，但是没地方使，或者说，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内心当中憋了一股能量，无处发泄。因为你们目前的状态就是，这个宝剑8的正位啊，你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说你们现在的行动力受到了阻碍啊，可能说你们想的很多，但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执行方案，或者说执行力。其实呢，我觉得，因为这组牌里边我能看到啊，你们其实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问题。那么我想，当你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了。那剩下的一半呢，是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你未来的3个月呢，我看到这张权杖2的正位啊，你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给自己设定一个新的目标。当你们把这个目标设定好以后啊，可能是你们，可能这个目标是你们现在正在等待的这个结果啊。那么当你们知道了这个结果的答案以后呢，你们的内心当中将会重新拥有活力和自信。那么尼采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知道了自己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就可以忍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生活。所以说未来的3个月，你们会重新起航，重新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而且呢，其实你们会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星币牌。那么这个结果呢，很有可能是和金钱财富方面的一些东西有关啊。那么这张星币牌呢，也有可能是和旧人恢复了联系。对。那么这张月亮神谕卡的第1张牌呢，就是 New Start is coming。对，一个新的开始啊，一个崭新的生活和开始。那么第2张牌呢，它是 Expect Powerful Change。对，那么这种 Powerful Change 呢，我看到啊，你们现在这股无处发泄的能量啊，其实就是缺少一个契机。当这个契机来到的时候呢，这个机会来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你们会把这种无处发泄的能量全部都用在改造自己身上，你们会有一个从头到脚的这种能量状态的转变。而这个契机呢，也是由于你怎么说呢， A personal issue reaches resolution。 对，也是由于你关注的一个个人问题啊，它得以解决啊，你整个人的能量都会变得非常的清澈透明，因为个人的问题啊，阻碍了你目前的行动力啊。那么这里的话就是一个 a personal issue 啊，你个人的一个问题。那么月亮神谕卡的第4张牌啊，它是一张建议和指引牌。对， take time to breath out。 对，你要花一点时间去呼吸，放松自己，因为呼吸其实它是一个能量清理的过程。当你尝试着把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的时候呢，首先你能够驱散焦虑和浮躁，其次的话，你可以想象自己的这种负面能量呢，随着你的呼气啊带出到你的体外，你会重新感觉到自己身体带给你的一些律动和节奏，你会重新找回自己。所以建议大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其实忽视了这种呼吸带给你们的这种变化。我建议大家每天可以，抽出3到5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深呼吸啊，把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你的呼吸上啊，它会对你一天的状态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彩虹能量卡，就是说，潜意识告诉我们啊，接下来的3个月需要一个怎样的调整啊？第一张牌是我信任生命，并深信每件事的发生都是神圣完美的。即使是混乱，它也有着内在的秩序啊。即使是令你感到难过或者抗拒的事情，其实它的发生都是有更高的目的的。顺其自然。那么第二张牌呢，是我心中充满着爱来迎接每个崭新的日子。对，让自身的能量呢从匮乏变为富足啊，你们将会重新拥有精神上的满足，而这种精神上的富足呢，会传导到你每天的工作和学习当中，你很快就能够把这种精神上的富足的能量转化为物质上的富足。对，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I let go of my expectation， 我放下我的期待。其实吸引力法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当你放下期待的时候，你反而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因为吸引力法则不仅仅是吸引，它还有放下，而放下其实是我们不太关注的一个点啊。因为当你尝试着去释放内心当中一些过分执着的期待的时候，你们反而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们反而能够走得更远。那么第四张牌呢是我学着了解自己、爱自己的时候，我的神性会指导我。所以说，当我们能够从内心当中接纳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高我就会指导我们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的高我呢就会给我们一些指引和信息。那么第五张牌呢是，我很容易适应我周遭的人、地方和事物。可能说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那潜意识告诉你们，潜意识这张牌告诉你们，我很容易适应我周遭的人、地方和事物啊，你们会很快的，这个潜意识呢，会让你们很快的接纳到，或者是融入到这个新环境当中，结交到新的朋友，学到新的东西啊，甚至是有新的桃花出现，对于你们来说，这都是崭新的开始。有的时候它意味着是机会，是更多的可能性，是快速的成长。而你们可能现在看到的更多的是，我看到的是对于新环境、新的改变的一种焦虑啊。其实我觉得只要你们去换一个角度看待这种变化，你们就会收获到不一样的惊喜。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第二组牌的话，未来的3个月呢，我看到第一张牌啊，你们会变得，这个宝剑女皇的正位啊，你们会变得非常的有这种表达欲啊。那你们的这种表达欲呢，会给你们争取到新的机会，甚至呢会让你们吸引到新的桃花。因为我看到了这张圣杯国王，是一个水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巨蟹座、天蝎座或者说双鱼座。那么这个桃花呢，它是非常典型的水象特质的人格，非常的体贴、善解人意，有很高的情商，能够给你提供这种很充分的情绪价值，善于也愿意与你沟通，那么这是这个水象桃花呢，它所具备的一些特质。那么第二张牌呢，宝剑6啊，对，你们可能在未来的3个月会启程，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或者说一个新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也有可能是你们出差要去到的，或者说你们要彻底的进入到一个新环境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可能是一个沿海城市，或者说它有很多的这种周围会有很多的水啊，水元素。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一个类似于重聚啊，可能是你和你家人的重聚啊。未来的3个月，你会和你的
可能是亲密伴侣啊，或者说你的家人、好朋友啊，你们重新聚在一起。对。那么第5张牌呢，其实是这个星币骑士，是关于你，对你目前所一直坚持的某件事情，你的某种信仰，你一直在为之努力的方向。那手里捧着的这个圣杯呢，就是你的一种坚持的事情的一种热爱，或者说一种信仰。而你们这种能持之以恒的坚持呢，会在3个月内收获到这种阶段性的回报，或者说反馈啊，它会让你们更加充满信心的去坚持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月亮神谕卡给我们的信息啊。第1张牌是 Nothing is yet set in stone， 对，没有什么是刻在石头里的。那么这张牌呢，说明你们的未来依然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啊。可能说你们现在会有一点点沮丧啊，觉得人生没有太多的这种希望和憧憬啊，你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被别人推着走，总是在一个既定的轨道上前进啊。但是这张牌我看到你们的人生其实未来依然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你们可以尽管的去憧憬和期待。对。那么第2张牌呢，它是 A fairy climax approaches， 对，那这是一个人生的高光时刻啊。那接下来的3个月会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呢，他们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推动啊，让你们的人生或者说会让你们向前迈进一大步。对。那么第3张牌呢是 Be bold and make the first move， 对。那么这张牌告诉你啊，你们可能说现在在犹豫啊，或者说在一件事情上面裹足不前，可能说有一个暗恋的人，也有可能是你们在工作事业上面徘徊不前，到达了一个瓶颈期，不敢做出行动，也不敢做出决定。但是呢，这张牌告诉你啊，你要大胆的去做出行动，因为当你们鼓足勇气做出行动的那一刻，其实你们就已经对未来的结果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影响，而犹豫则会浪费你们的时间，也会浪费你们手中宝贵的机会。那么这第4张月亮神谕卡呢，是 You a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 对，你非常接近实现你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呢，它对应的其实是这个星币骑士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对。那么第5张牌它是 Luck is on your side， 对，幸运在你这边。所以说我就看到了为什么这个月亮神谕卡它让你要积极的做出这个行动啊，那就是因为新月在射手座啊，现在幸运的光环是笼罩着你的，不要害怕，大胆的往前走。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彩虹能量卡，你的潜意识想要告诉你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和指引。对，第1张牌是我活着不是为了满足别人，也不必依照他人的想法来过日子。那这是潜意识告诉你的，你要活出自己的模样，你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将会变成怎样的。那么第2张牌呢是我渴望正向的改变，因此我接纳目前的自己。因为你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改变呢，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完美。那这张牌呢，也是在告诉你啊，这种不完美也是鞭策你变得更好的一种原始的驱动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那么第3张牌是我的目标是去爱每一个生命的片刻，对，享受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每一个生命的片刻。那第4张牌呢是只有我能够使自己真正的快乐，对，这是一种回归到自我啊，潜意识在跟你说的要回归到自我。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渴望一些外部的刺激让我们快乐起来，但是这种外部的刺激它是不稳定的，它随时有可能消失，它会让我们对于外部刺激的依赖越来越高，越来越强，而真正能够使我们持续快乐起来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所以说，与其向外寻求满足，不如向内自省，运用自身的爱来让自己变得富足起来。很显然，
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爱是更加稳定的，是源源不断的，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依靠外部的刺激，它是不稳定的，它随时都有可能消失。那么第5张牌呢？我知道真实的需要和匮乏感之间的区别。其实这张牌是在告诉你啊，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你需要分清楚你真正的需要某件东西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还是因为你自身非常的匮乏，所以你需要。人其实并不能够轻易的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不缺钱的人才能够拥有更多的钱，不缺爱的人才能够得到更多的爱。所以说真实的需要和我们的自身匮乏感所产生的这种需求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当你真正需要某件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过分的执着于这个东西，而你会去为了得到这个东西去解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而当你内心十分匮乏的时候，其实你并不会想要去解决在得到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你只想要尽快的得到那个东西，以满足内心的匮乏感。如果你一旦这样做了，你就会离你想得到的那个东西越来越远。对，所以这让我想起了卡夫卡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你努力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其实只要沉着冷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神不知鬼不觉的达到这个目的。而如果过于使劲儿，闹得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哭啊抓啊拉啊，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扯桌布，结果就是一无所获，只不过把桌子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下，什么都得不到。那这就是这几张彩虹能量卡想要给我们的一些关于潜意识层面的一些指引和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第3组牌，首先我看到你们可能说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忙碌的时间段，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你们得到了很大的成长，而且呢，未来的3个月你们的状态呢，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改变，或者说精神上的成长吧。对，你们的精神上会变得像这个鱼人一样更加的放松，你们的状态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舒展。而这种状态呢，它自然而然就会带来一种非常不错的运势。那么第3张牌呢，它是魔术师所以说未来的3个月，你们会感觉到自己的自信心爆棚，能力上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会变得非常的有创造力。那么圣杯9这张牌呢，也是你们未来的3个月内确实你们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的自信所以说这组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在未来的3个月你们会有一个非常积极的转变，而且呢是你们的这种自信的气场会带来更多的朋友会帮助你们建立起更多的联系。所以说我看到了这张圣杯2，你们会认识到新的朋友，甚至是新的桃花。那我相信你们未来3个月会发生一些非常非常积极的改变。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你们的状态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月亮神谕卡，它给我们的一些在未来3个月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些调整，还有所要接受的一些指引。对，那第1张牌呢是 Don't let pride get in your way。对，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我觉得你们还是有很重的偶像包袱你们很要面子，很在意别人对你们的看法，同时呢内心当中也很傲娇。所以说这张狮子座呈现出来的特质呢，就是你们在未来的3个月呢，你们可以尝试大胆一点不要太过在意别人对你们的想法或看法你们只需要大胆的行动起来，不要让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傲娇阻挡了自己前进的脚步。那么第2张牌呢，它是 Believe in the impossible，相信不可能的事情我觉得其实你们可能说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现在不是特别的自信你们会给自己贴一些标签，你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没有办法达到你们的目标或者说预期
所以说你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呢，你们就总是畏首畏尾会害怕失败，你们会把自己先劝退。那么这张牌告诉你，你要相信不可能的事情，你要相信。那么实际上来说，这个很难或者说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但是如果你一旦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那这件事情它就真的不会发生。因为我反复在塔罗占卜里边强调过，根据吸引力法则，人是有自我实现的能量的。当你相信它会发生的时候，它就会发生。那第3张牌呢是 Don't let your past hold your back。 对，不要让你的过去阻碍你的前进不要让过去拖住你的后腿只能说过去你们的一些创伤、不愉快的回忆总是让你们裹足不前，或者说让你们很害怕未来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你们想要勇敢的向前走，想要变成愚人这种舒展的状态呢，首先你们要放下过去，因为过去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未来我们仍然有机会不再去重蹈过去的覆辙。那么第3张牌呢，未来的3个月对，你们未来的3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release negativity 释放一些负面的能量不要让这些负面的能量停留在你们的身体内。当你们释放出了这种负面的能量，你们整体的状态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提升。那么第5张牌呢，就是当你完成了这4张牌还有就是塔罗牌给我们的一些指引和建议以后呢，你们就会迎来一个新的恋爱运势的展开，对，新的恋爱周期 Romantic cycle begins。 那么这个是新月在天秤座那这张牌是新月在天秤座。那么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天秤座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接下来的3个月的运势，或者说牌面给出的指引是尤为适合你们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彩虹能量卡在潜意识，我们的潜意识深处想要告诉我们的信息第1张牌呢，失去控制是无伤大雅的。对，你们现在的话可能会经历一些，或者说你们过去会经历到一些情绪失控的时刻那出现这张牌呢，其实是在你们的潜意识想要告诉你们，不要对自己过分的责备，因为这是完全 OK 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你们的情绪崩溃需要一个渠道去发泄不需要对自己那么的过分苛责。那么第2张牌呢，我允许今天玩得很开心很尽兴。你们需要放松一下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你们的潜意识会尝试着让你们去放松一下自己你们最近给自己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第3张牌呢，我自由的带着爱去创造那些使我生活更丰富更美好的事物。那么我觉得未来的3个月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的主题是创造，对，你们会创造很多新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这种财富。精神财富或者说物质财富我觉得根本原因是你们内在的状态会带来一种更富足的内在，而内在呢又会转化为或者说内在会显化为更多的这种物质财富让你们去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注意你一定是带着自由带着爱去创造的，对，带着自由与爱去创造那些美好的事物，而不是说被束缚被推动，或者说带着负面情绪去创造出来的这种物质如果你说带着负面情绪或者说被推动被束缚去创造这种物质上的一些东西那么其实这种创造出来的物质它并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并不是你真正需要的一些东西。那么第4张牌呢是，由于我体验到内在的爱与平静，所以我也愿意给出爱与平静。那第5张牌呢，它是我知道我是所有爱的源头。对，我分享给别人的爱，他们会加倍的回馈给我，永远带着光与爱去创造，永远带着光与爱去感恩，你也会收获到上帝给予你的光与爱。对，那这就是整个我觉得一种能量的循环吧。对，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第4组牌的话，我看到第一张牌啊，宝剑6的正位啊，我看到你们可能说最近一个人在孤独的前行。那孤独前行的人内心一定是非常非常清醒的，向外张望的人都在做梦，而向内自省的人才是清醒的，因为你们能够看清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能够听到你们内心的指引。虽然你们现在一己独行啊，但是我看到未来的你们会化茧成蝶，飞到更高的地方。那我看到了这张权杖10的逆位，你们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对于生活的要求和期待都非常的高。其实 Nico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或者说理想化本身是一个人生命力的重要的体现，所以说你们对于生活的期待本身并没有错，它证明你们是热爱生活本身的。那这种理想化可以促使你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是呢，这种理想化的特质呢，又会让你们非常的疲惫啊，因为现实往往比理想更加的曲折。而且抽到这组牌的小伙伴们，你们其实是一个特别不会依赖的人，你们也会感到孤独啊，但是你们很少会向别人求助啊，大多数时候都会自己扛下来，就像这张权杖10一样。对。那么我看到啊，未来的3个月内呢，你们会寻求努力改变自己的这种状态，因为我看到这张世界牌，那世界牌它意味着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可能说你们现在手头上的工作或者学业，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或者说一个圆满的结局。也就是说，你们不仅仅会在而且世界牌的话，说明你们不仅仅会在现实当中取得一定的成果，你们内在的精神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你们也不再狼狈的希望事情本可以有不同，因为3个月后，你们就可以做到完完全全的活在当下。而且呢，第4张牌啊，对，它其实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也是你们在3个月内将要达到的一种状态，就是你们可以很好的平衡自己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这种冲突或者说落差。你们可以平衡自己内心当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差距，你们接受了现实，但是你们依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们依然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默默努力。因为这张星币2呢，它是关于一种平衡，那这种平衡呢，可能是你的内心世界或者说外在世界的这种平衡，有可能是你试图达到的一种自己在工作生活或者说工作学业方面的一种平衡。对，所以说未来的3个月啊，你们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或者说上一段时间感觉到的这种失衡，它会重新回归平衡。那这张星币2呢，也说明你们会重新掌握这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呢，会给你们带来内在的宁静与安定。那么第5张牌呢，很显然啊，前方有一个人等着你，他是你怎么说呢，命中注定的正缘吧，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可能是白羊座、射手座或者说是狮子座。那么这张牌想要传递出来的信息其实非常的明显，那就是各自努力，更高处见，因为他在更远处更高的地方等着你。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月亮神谕卡的这几张牌啊，第一张是满月在摩羯座， The end of a tough cycle approaches， 一个困难的周期即将结束。那我们来看第2张牌啊 Surrender to the divine， 向神明的意志臣服，其实是释放自己的执念，因为越是操之过急，越是求之不得。当你真正明白了宇宙给你的安排以后，你自然就会接受生命当中到来的一切，一念放下则万般自在。你的执念它反而会变成你的累赘啊。其实吸引力法则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大家经常会忽视的，就是你要先放下执念，才能够吸引到你想要吸引的东西。而执念其实是一种过度期待的表现啊，执念会让你
忽略得到的过程，只想要粗暴的得到，那这是一种内心匮乏的表现，而这也是我们接下来的3个月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将要修炼的功课。那第3张牌呢，它是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也就是说你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因为这种能量或者说运势它是在不断积累的，你们会在接下来的3个月的某一个时刻看到你们努力耕耘或者说努力的一件事情得到反馈或者说结果。不要放弃坚持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会得到天使给你们的奖励。那么第4张牌呢，也是在说 prosperity lies ahead， 就是说前方的富足在等着你那这张牌其实就说明胜利就在眼前，再多坚持一下，相信你们的付出很快就能够看到结果你们一直以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付出，很快就能够看到结果。那么第5张月亮神谕卡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are safe， 对你和你爱的人是安全的，你们现在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匮乏，对，会有一些不安全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依赖，或者说你们不想去依赖。但是呢，这张月亮神谕卡告诉你们你们和你们爱的人，爱你们的人，你们都是安全的，你们不需要担心，也不需要感到恐惧，大胆的敞开自己的内心去迎接未来。对，其实未来并没有那么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对当你们真正能够活在当下的时候，其实未来就是无数个当下的延伸。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5张彩虹能量卡，潜意识想要跟我们说的话，给我们的指引，以及这3个月我们需要做出的调整。首先第1张牌呢，就是敞开心胸，我喜悦的敞开心胸来接受生命中快乐的转变那转变也可以是快乐的，当你的心胸是敞开的，你带着喜悦的态度去迎接转变，那么这个转变它就是为你服务的。那我们对于转变的态度呢，往往会决定最终转变的结果。那第2张牌呢，是我信任我的直觉那 Nico 我曾经在视频当中说过直觉就是灵魂的语言，是灵魂想要告诉你的信息，所以说相信你的直觉其实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判断。对，那么第3张牌呢是世界用爱来疗愈伤口爱是这个世界上能量的源头爱可以治愈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创伤，而爱也可以疗愈我们的创伤。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爱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爱首先我们要爱自己，要用自己给自己的爱来疗愈自己的伤口。那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拯救我们的人那这个人一定是我们自己。那么第4张牌是我是有价值的，也是受欢迎的，我目前就是如此那你的潜意识想要告诉你你是有价值的，你也是受欢迎的。有时候你们可能会陷入到这种自我反感或者说自我怀疑的泥潭当中，但是你们的潜意识坚定地认为你是有价值的，也是受欢迎的。那么第5张牌，那这张牌呢，其实就是你的潜意识想要告诉你的，让你勇敢的面对自己所恐惧的一些事情或者说面对自己的心魔。只有真正的面对自己，直面自己的恐惧，你才能够不再逃避，不对自己撒谎，你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真正的做出改变，活出你想要的人生。对，那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那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